其实我也没有看闭幕仪式，我比较少看开幕闭幕。对啊，梅老师有看吗？我开幕式我是看的那个，就是看的回播。你看回播。闭幕对，式，我开幕是没有看，闭幕我也没有什么时间看。对啊，太我忙了。觉得闭幕式没有那么好看，开幕对啊，式还好，但是闭幕式，嗯，嗯，对啊，其实还好啦。我其实开幕闭幕我不太看，开幕一般都比较精彩一点。对，对然后闭幕就是交棒啊，那个旗子对交棒。对对。哎，下一届奥运是在哪里举办呢？巴黎，法国巴黎。啊对，啊，巴黎是2024年，那嗯嗯嗯在巴黎。对嗯，对，因为今年刚好奥运晚一年嘛，对，是2020，现在变2021，那变哎，三年那下次就3年哈。3年后就是法国巴黎哦。嗯嗯好，各位嗯，同学，大家好，我们的梅老师来了，哇！大家好。大家期待梅老师每个星期的相会，星期日哦，跟梅老师嗯，可以聊聊相约星期天哈。哦。好，那各位同学也很欢迎你们来，记得来这个理查老师跟梅老师的直播课，第一件事情是要做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帮我按赞。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我对对对，按赞哦，按赞，帮我 click likes，不要忘记了。最近理查老师的赞都特别少，你们都忘记了，是吧？对吗？你们要自动一点哦，帮老师按赞，支持老师哦。好，嗯，因为啊，其实老师们，包括梅老师，我们花时间呢、教你们中文，我们自己也很快乐。不过你们也要付出一点，你们要付出一点啊，帮我按赞就可以了啊。然后呢，先帮李常老师按赞，就好了哦，就好了哦，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就点一下就可以了。好，那我们阿能非常会说话啊。对，发现现在安娜就是很会说话了，她。口才进步很多，对不对，梅老师？对哦，对对，我觉得阿能变了，他以前呢、比较安静一点，他现在啊口才进步很多哦。各位同学厉害。口才就是like 口语，我们说口语好了。对，好，口语好了，口才好像有点太专业了，口语进步很多了哦。所以阿能，你继续加油，这样很好。你多用中文哦。嗯，各位同学，你们来学中文就是要多用哦，你不要害羞，我不敢用，我怕犯错。对，学语言一定要多说多听。对，多写哦。对，听说读写你都要常常做。每个人都问我们说，梅老师中文怎么进步？理查老师中文怎么样才能进步？梅老师其实就一句话，对不对？就是对，每天学，每天说中练文，习听多读写。每天用就对了。哦，每天用就会。像上次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他说他每天去市场跟那些阿姨交流。哎，对呀，这样就很好，这也是很好的。他今天是他的未婚夫生日啊！可丽是英国的朋友，恭喜今天是恭喜！Beyonce 她的未婚夫的生日，所以啊，她要陪未婚夫去过生日。对，这是很重要的，你不陪对，他，他会生气的哦。你不可以这么喜欢理查老师的中文课就忘记了未婚夫，是不可以的哦。哦，那你可以回看哈。可以看回看哦，看我们重播。那 Claire，我跟梅老师也要祝你的未婚夫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Birthday。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给他未婚夫的，就这样就好了。就这样一个句子祝福，对，生日快乐，祝福你的未婚夫。口头祝福。对，口头祝福就好了。祝你的未婚夫啊越来越帅，然后对我们的可丽越来越好哦。口头祝福哦，好啊，口头祝福啊，就是我们嘴巴说祝福你，这叫口头祝福。口头祝福，可丽说我喜欢，好，太好了哦。啊，还有谁啊？裴静哦，裴静你好，大家晚上好，晚上好，裴静晚上好，大家好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各位打招呼，打到这里了，不能打太久啊。这新同学打招呼，
今天不是聊天。摩诃大尔，摩洛哥人哦，欢迎你。摩洛哥，好。好的，那我们梅老师，我们来上课吧。吧。因为我太久没有上 HSK 了，今天一定要上 HSK。最近都在聊天，因为没有时间准备。聊天聊上瘾了。是因为没有时间准备课件，聊天课就很自由，不用准备课件哦，所以对，准备一个课件是很久，真的。对，我现在就是我们那个中文学校放假，所以我有空一点点，就是说，但是我的这个有空呢，就全部给了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了。不然我要准备课也是要2个晚上，几乎。真的，没错。这个梅老师准备课件真的很久，我今天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面，都在准备课件。哇！我看你一直都在上课。我每天的生活就是课件、睡觉、吃饭，课件、睡觉、吃饭，喝咖啡。喝咖啡，对，怕睡着，还努力喝咖啡。对。好 ，Priscilla 说，如果我们没有住在中国，很难会使用到中文，对不对？哦，对，这个问题是对于在国外的人来说是很难，就是说一个语言环境。我为我儿子学习中文，我也是头痛了很久。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说中文，我几乎不能开口。然后我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先帮他在那个网上买了一个那个洪恩识字，就是中国国内大陆一个学习中文字的，对，中文字的一个软件，叫做洪恩识字。然后，但是他用那个学的不多。后来我又考虑到为了他能够开口跟我说中文，我就给他报了一个编程课。然后他就是编程课，因为英国有编程课，但是呢，我为了让他说中文，然后就是给他报了这样的一个编程，然后又要做完编程以后，玩完以后，他又要用口头表达出来，跟老师说他用了什么，是怎么想的，用了什么方法去做这个编程。所以是中文的编程课，是不是？对，所以编程是什么意思？编程就是你知道这个跟电脑有关吗？就是电脑有关，就是电脑，就是你知道王力宏现在做的改行就是做编程程序吗？就是程序，对，就是程序这种的东西。然后他现在呢就是被迫，他现在就开始每天跟我用中文说话了。一定要用中文。可以，大家也可以建议，大家也可以你也可以像其他一些同学，他就是在网上看那个中文的电视剧中文的新闻中文的歌曲也来听一下，慢慢积累。学习东西就是慢慢积累。自己学习必须努力，要自己创造出学习中文的环境。对，自己想办法，也要听老师的课是必须的，但是还要去听一些歌曲、电视剧、中文的新闻，其他的。你像有的人呢，学英文，他每天除了听外国人的说话，每天看英国、美国的影集，然后呢，他有时候手机他用的语言就是英文，他全部的生活都改成英文的，因为他为了要创造出学习英文的环境。那中文也是一样，你们要试着创造出学习中文的环境。对，他有一个同学说，他说中文的新闻那么快说坏呀，因为他是母语者，所以他们会说话说得很快，但是你也要稍微去适应，慢慢去适应它。阿能在台湾找了一个工作呀。目标他的目标。我看错，漏了目标2个字。OK。好，那其实我们要常常听说读写都要常常接触了。对。然
后各位同学不能够轻易放弃哦。对，放弃我为我儿子他说中文，我还买了很多中文书在那里。对，这是我儿子的房间，我放了很多中文书给他。所以不容易哦，各位同学，其实真的要学好一个语言是不容易的事情哦。语言是最辛苦的，学习语言是最辛苦的。语言，因为语言还包含文化、传统、历史哦，所以不容易。对。好，好的，那梅老师，我们就来开始帮同学们实现中文环境的这个目标吧。好，那我们麻烦梅老师一个词帮我们念3次。3次，好。第一个2次就好 ，sorry， 2次。好，第一个不敢当，不敢当哈，一次快的，一次慢的啊。那一般说这个不敢当的时候呢，它就是快一点说就是不敢当，然后呢我们慢一点的就是不敢当。第二个不良，不良。好，第三个不免，不免。好，这3个词我们直接来学习好了。这3个词都有一点点小困难了。对。好，有一点点难。好，那第一个呢？第一个比较简单，它是个片语哦，它是个 phrase， 不敢当。其实我们比较常单独使用，对不对？不敢当哦，不敢当。其实我们梅老师，你觉得不敢当我们常不常用？我觉得是偶尔的用吧，也不算特别常用。就是人家说你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是表扬你，你会很谦虚的说，就是这样子说，不敢当。比如说我说梅老师，你今天的衣服真漂亮，你今天好美啊。然后梅老师就会说不敢当啊，不敢当。好，不敢当，一般我们会念很快，不敢当，不敢当啊。那英文是 I'm flattered， 或者是 I don't deserve it。好，那一般是单独使用，你只要说不敢当就好了，你不用说我不敢当，不用，你就直接说不敢当就好了哦。我们一般就说这3个字就可以了哦。好。那梅老师，所以不敢当会什么时候用呢？一般就通常就是人家赞扬你、表扬你的时候，你会谦虚。这是其实就是一个谦虚的语气词语，就是一个词语说不敢当啊。赞美你的时候，它有点像跟不客气一样，但是跟不客气是很不同。但是它的意思有点像是那个意思的。好，没错。那这个我觉得不敢当有一点没那么常用，因为它很正式。对，不常用，就是偶尔的用一下。不敢当我觉得非常正式 ，very formal。我觉得我不太会用不敢当，我不太会用不敢当。对，好。对，我们一般会说谢谢，你客气了。不敢当跟您过奖了差不多。过奖了，对，然后我还听同学常常说什么，梅老师你知道吗？哪里哪里。对，这个哪里哪里是一个口语，很常用的口语。我常常听到学生都说哪里哪里，因为很好学嘛，所以只要赞美学生，学生就说哪里哪里。不过我个人觉得哪里哪里很正式，很正式，哪里哪里哦。这个梅老师，其实我们一般说话不敢当跟哪里哪里好像都有点正式，会不会？我觉得这个用哪里哪里这个词语呢，就是用的常用一点，就是口语化一点。但是这个不敢当好像是比较书面语一点。书面语我觉得太正式了。那过奖，像 Cikon 说过奖了，这个我觉得很正式，过奖了会我们也常用，我们常用。过奖了很常用，很正式，不过比较常用，比不敢当常用，比不敢当常用。那 Priscilla 说的您客气了或你客气了，这个就很常，这个经常用，这个是我觉得最常用的最常用的。比如说有人赞美你的时候说，哎，你客气了你客气了那所以各位同学，照梅老师说的，你们可以怎么讲？说 I'm flattered， 你可以说您客气了，或你客气了，然后哪里哪里可以的
而且好学好记。再来呢，过奖了，我觉得非常好。过奖，你过奖啦，你过奖了你过奖了，哪里哪里，对，哪里哪里好的。那不敢当，我觉得不是那么常用啊，你们知道它的意思就可以了好，阿能说，老板你做的很棒，然后你就可以说不敢当，哪里，你过奖了，对，可以，好，阿能很好，对，看来阿能已经掌握了。那不过安妮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回答他。不用拍我马屁，老师这句话也常用吗？这个就是如果说正式场合呢，这样用呢会很伤人。这个其实安妮，这个是贬义的一个词，对，这个不是很好的意思。如果说你不要拍我马屁，其实你有点在责怪他，你有点在 blame person， 就是有点伤人的那种意思了。一般我们不会，我们这样说是有点责骂、责怪这个人，你 flatter too much， 你太过了。所以我们一般是对，如果朋友之间开玩笑的话，说起一句你今天好漂亮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一个好朋友之类的，就像是 Halloween 的时候呢，就是说一句这样玩笑话，你说你不用拍我马屁，这样可能会就是一个玩笑话就没关系，但是正式场合不能用，不可以，你不可以跟老板这样说，不常用，对。跟老板、跟老师都不能说。不可以。好朋友之间 ，funny 或者是比较好玩而已。这个一般我们，如果你还不能掌握这个句子，是先不要使用它。对。佩佩就说受宠若惊呢，很有意思，因为我教过他们受宠若惊。受宠若惊是一个成语，其实。对。就是比如说佩佩猪，你长得真漂亮，我受宠若惊，好正式的。就是，然后理查老师表扬出佩佩猪说：“你长得好漂亮，你今天好棒，你的中文学得很好。”然后呢，佩佩猪就很意外说：“我受宠若惊了，理查老师今天表扬我了。”对，可以，佩佩猪，你用受宠若惊算是蛮不错的一个用法。非常棒。好，那我要麻烦梅老师帮我念一下句子。好，这个 A。就是你歌唱的真好，哇，你的歌唱的真好 ，You sing so well。然后我可以说，理查老师，你歌唱的真好。真的吗？哎呀，不敢当，就是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要谦虚不敢当。我们有时候我会说我没有，还是很高兴的听到这一句话，对不对？一定会笑的。那可能我会说我没有唱这么好啦，不敢当，有时候会这样。好，不敢当。I'm flattered。好，你也可以说，比如说，如果梅老师会跳舞，你可以说，梅老师，你舞跳的真好，你很会跳舞。那谢谢你，不敢当，你客气啦，过奖啦。很好，各位同学，中文就是这样，你全部都一起用。哇，你说我歌唱的很好啊，谢谢你，不敢当，不客气，过奖了，你都可以用。而且呢，你用个2句也可以。哎呀，不敢当，您过奖了，可以这样用。哪有也可以，对。哪有，哪里也可以。然后手要这样，哪里，手稍微这样一下，哪里这样嘴甜了。什么？嘴甜了也可以哈，你嘴真甜哈。你可以说比如说理查老师，你歌唱的真好。理查老师会说。你嘴甜，你嘴真甜。你很会说话耶，会这样说。你的嘴真甜呐，也可以。我很荣幸我很荣幸。比如说，我邀请你过来英国玩，然后你会说我很荣幸。或者说刚才那个同学她男朋友生日，邀请你一起去参加她男朋友的生日 party， 然后你会说。因为你跟他可能不是特别的亲密、很熟的朋友，但是他邀请了你，你就是会说我感到很荣幸。对，就是这样。对，我很荣幸，这是我的荣幸都可以，我很荣幸也可以，就是 like it's my honor, it's my pleasure。
好，有人邀请你的时候，你觉得很荣幸你可以这样用。有人邀请你你可以说我很荣幸这是我的荣幸好，对，好的，你的能够邀请到你的到来，这是我的荣幸。对，没错，能够邀请你来是我的荣幸所以这个荣幸就是 honor or pleasure 好 ，OK， 那这个句子我想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往下看好，那这里有一个考题给各位看。我们一般说不敢当这个梅老师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这样去解释它。除了有那种有人称赞你的时候，有时候你收到比较贵重的礼物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哎真不敢当这样子？可以这样用，可以对不对比如说这个礼物啊，比你想象的还要贵重哇，这么好的礼物。对比如说理查老师，你送我一个胸针，好漂亮的胸针，很贵重的。然后呢这礼物太贵重了，实在是不敢当。对，好像我漏了，好像是我不值得你送我那么好的礼物那个感觉了没关系，我们这个胸针是个贵重的礼物，对不对？好，胸针。梅老师，你可不可以把胸针给同学们看一下？各位同学，这个就是胸针，像 pin 吧这个应该叫 pin 胸针胸针这是一个小小的胸针，很漂亮的胸针，就是别在衣服上的，对，这个叫胸针，衣服上对，胸针，这个装饰吧，有点像那个 decoration 的感觉胸针。对，但是戒指不能用到这个不敢当对，对不可以戒指不是随便送人的戒指是有结婚的，但是胸针是可以的，一般的礼物是可以的好，好的，那各位同学，有时候我们会加强语气，有时候你会说哎呀真不敢当，哎呀实在不敢当像这个梅老师得到了理查老师送的胸针，他可能会说哎呀我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理查老师这礼物太贵重了，你收到这个让你破费了通常是收到一个很好的礼物，你可以这样说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那比较像英文I don't deserve it， 我不值得这么好的礼物那个感觉了好那各位同学，刚刚我们2个人都把答案讲出来了，你们应该没有问题了我一下子就说出来，实在不敢当。对，我刚刚也说出来了。不过梅老师，我们还是把选项念给大家听一下好这礼物太贵重了，真不敢当。好这礼物太了 too 太 adjective 了，所以你要说这礼物太贵重了。贵重是什么意思啊，梅老师？就是贵重，就是英文就是 very expensive， 很贵而且很宝贵的感觉，很贵，对，就是宝贵的。一般比如说这胸针呢，一般就是有比如说有些钻石呀，或者金饰啊在上面。对，有些 documents，有些那个 diamond 很漂亮，很贵，你要花很多钱，而且这个东西很宝贵、很珍贵，我们叫贵重。对，贵重。好，大家都答对了，那我就不看了。好，佩佩猪还加上那个，哎呀，真不敢当。是佩佩猪说的非常的地道了。对我们常常会哎呀，我真不敢当。其实我们一般不太会加我吧，不敢当，真不敢当就好了。佩佩猪你不用加，一般不会加个人，不会，真不敢当，实在不敢当，不敢当就可以了，一般不会加主语好，对，这个跟刚才那个荣幸可以并在一起用，说这个礼物太贵重了，真不敢当。然后呢，我会说一句，理查老师，没关系，能邀请到你的到来是我的荣幸。这样就很好了很地道，非常地道。好 ，OK， 那我们往下看。好，我们看第61个词汇叫不良。不良。梅老师，不良常用吗？会常用，会常用。这个通常用在一些特定的词语中
对，像我们说消化不良，对不对？这特定的词语中，那这个梅老师，我们先念一下句子，等一下我们看看有哪些常用的词语会用到不良好，麻烦你一下。就是他昨晚吃太多，有点消化不良。对，这个好像大家都常常发生这件事情。昨晚叫 last night， 昨天晚上的意思。昨晚就是昨天晚上吃太多，太多就是 too much， 你一直吃吃太多 too much，eat too much 好，他昨天晚上，你也可以说他昨晚哇吃太多了，那吃太多会肚子痛，对不对？所以呢，他有点就是 a little， 消化不良。这个梅老师，我们特别要教同学们，这个就是我们常用词，消化不良，就是英文的 indigestion。梅老师，消化一般是什么意思啊？消化就是，比如说你感觉这个食物还有很多食物在你的肚子里面，尤其是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但是我们在广东，在中国广东，就是很流行的就是晚上吃夜宵。夜宵 ，OK。夜宵，但是在广东话里面呢，我们叫做宵夜。我们台湾叫宵夜，我们不叫夜宵。对，叫宵夜。然后呢，就是经常很多人出去吃一个 barbecue 啦，喝点啤酒啦，这样子的夜宵。很晚的时候出去吃一些点心或食物然后呢，吃的这样子，尤其是这个 barbecue。吃多了是会有点消化不良。消化不良，现在我解释回来，消化就是你感觉你晚上吃的东西都停留在肚子里面，好像没有转化成你的能量，就全部像就是全部像一个团一样，都留在你的胃里面，感觉第二天你肚子不饿一样。这样就叫做消化不良。消化不良，你的胃你的胃没有消化 digest， 对，消化叫 digest， 消化不了那么多东西。你的胃你的 stomach 没有办法 digest， cannot digest， 这个叫消化不良。那你消化不良的时候，一般肚子会痛，一般肚子会不舒服，所以这个叫做消化不良，消化不良。好。这个好，消化不良，好，可以了好，各位同学，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吧？昨天晚上他吃太多了，所以他肚子的胃没有办法消化食物，他就会消化不良。那不良，潘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喝咖啡太多会不会觉得消化不良？我觉得喝咖啡太多会消化不良，然后呢，而且会胃痛。会胃痛，尤其是空腹。我们中文说空腹，就是你的肚子没有吃东西，没有一点东西，这个叫空腹。尤其是空腹的时候喝咖啡最容易消化不良了，真的空腹对，喝茶就好，喝茶是帮助消化的，喝茶反而相反，喝茶相反，喝茶是帮助消化的，解油腻，可以解腻。对，比如说喝茶、吃水果可以帮助消化。对所以如果各位同学你消化不良的时候，你可以喝口茶，你也可以吃一点水果来帮助消化 ，help digestion。刚刚有同学问说，消化是不是 digestion？ 对的，没有错消化就是 digest 或 digestion。丽娜，没错。好的。有人问说，老师，我写的对不对？你写了什么？我看不到。他染上不良的他染上了吸不良的毒品，毒品就是不良的。我们可以说他染上了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惯，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吸毒。对好。因为这位同学，因为毒品本身就是不良了，我们不会再说不良的毒品。毒品我们不说不良，我们是说不好的，
是非常不好的。对不好的，或者我们就说毒品就可以了。他染上了吸毒吧，他染上了毒品。他染上了毒品，这是不良的习惯。对所以 MD 同学，你只要说他染上了毒品就可以了或他吸毒了就好了他吸毒了就可以了。好的。那空腹是什么意思啊？空腹就是肚子里没有食物，叫空腹。空腹，对，还有对，就是你早上，就是昨晚吃的东西已经消化完了，现在你的肚子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你还没有吃早餐，就是空腹的意思，就是李条老师说的空腹，就是肚子没有东西。对，你的肚子的食物都消化完了，没有东西了，然后你没有进食，你没有吃东西，这个就是空腹好。榴莲吃太多会消化不良那个易清同学真的吗？我吃太多榴莲了我吃太多我吃榴莲太多会有点消化不良。也可以，我吃榴莲太多会有点消化不良。榴莲应该会帮助消化吧？怎么会消化不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吃榴莲太多了会上火。我不吃榴莲，所以我也不清楚。他经常吃甜的东西，导致牙齿不良。可以，这个可以。这个牙齿不良的话，它的意思是有一点牙齿不好，会伤害牙齿。对，就是不好，蛀牙了。蛀牙了的意思。你可能蛀牙，牙齿因为常常吃甜的东西蛀掉了牙齿就不良。就是对于你们刚学中文初级水平来说，他经常吃甜的东西导致牙齿不良是可以用，但是如果你的中文很好了，到了这个 SHK 5级6级呢，最好是不要用不良。对，不良其实不是那么不良，基本上这个词语是比较 advanced 的高级汉语的人用的，因为它会固定用在一些词汇上面。我觉得各位同学，你如果还不能够掌握，不能 master 这个字，不要乱用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会用在特定的地方。那理查老师给你们一些特定的词，这些词会用不良我们最常用的梅老师，我觉得就是不良影响吧。不良影响，不良习惯。对，好。玉珠说，我们玉珠这句话，我们等一下说。理查老师可以先解释完这个不良。好，不良影响，我们常用的，各位同学，我们常常会用上不良的 phrase。现在老师介绍给你，第一个叫不良影响 ，bad influence，不良的影响。对，有不良的习惯。对，刚刚这个梅老师说的不良习惯，我觉得也非常的常用。各位同学，你的中文要地道，你就是要学这些常用的词汇。常常跟不良搭配的名词是哪些？你要学起来，不是乱用不是乱用。对，这个笔记要把它写下来。不良通常会跟着有不良影响，跟影响这个词用在一起，对，跟习惯用在一起。跟这个消化就要把它。不良消化就是很少说，我们通常会说消化不良，把消化放在前面。对，有些词你会把不良放前面，有些词会放后面，那你要把它记起来，你的中文才会地道。这个你就一定要去努力、用力的把它记起来，不然呢，你会用错。好，还有呢，我看看，这个梅老师，我们会不会说信用不良？信用我们不说信用不良。信用不良，就是那有没有说不良的行为？对，我们会说不良的行为，不良行为之类的好，比如说你这个就是爬栏杆，比如说一个学生逃学不良的行为哈。逃学就是你不上课，你翘课，你不上课，对。翘课了，还有就是随地吐痰不良的行为，随地吐痰随地吐痰，我把它写起来，吐痰也是不良的所以各位同学，不良其实就是不好的意思。但是呢，
我们基本上不良会用在一些固定的 phrase 上面，你不能乱用像刚刚我们说的不良行为，什么样叫不良行为？你翘课，你吐痰，这都是不良行为然后有同学问这个我看一下，我的胃不良，我喝咖啡，他写的这个单词是不是胃的stomach？ 可是我们不会说胃不良，对不对就说我喝咖啡多了，我的胃痛就好了，对，胃痛胃痛，不良反应常用，对，不良反应，其实不良就是不好 ，like bad reaction 不良反应 ，bad response 不良反应很好，不良品不良品应该说不良食品吧？不良食品，那可能不良食品可以用，不良食品可以，但是我们很少用，不良产品吧，我想有文泰的对，不良产品可以，不良产品比如说对，这个是一个不良的产品，劣质产品，它会打到人不良品不良产品了好，那不良的喝酒可以说是不良的习惯吗？不要喝太多吧。你偶尔的喝，如果天天喝，喝的就是醉了回家还要骂人其他的就会说不良习惯。对，那小酌没有关系，小酌就是喝一点点，小酌就是喝一点点酒，小酌可以。就是说李超老师上中文课累了，今天小酌一点红酒小酌一点。好，饮食不良。饮食不良，对，我们也常用。饮食不良跟消化不良很近。对，饮食不良感觉好像你吃了不太好的东西的感觉对，饮食不良就是这个饮食的习惯不规律。对，可能3餐不固定对，不规律就叫饮食不良，或者是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对，这个叫饮食不良，也就是你饮食的习惯不好。不良其实就是不好的意思，但是不好很常用。不良的话会用在一些比较固定的词汇上面所以对，那中文水平要够高，你才会用不良这个词对，不良电视剧，我们懂不用这个意思，不用，我们明白，对，明白这个意思。对，所以这个 Zimming 不良的用法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个不良会用在一些特定的 fixed phrase、set phrase 会乱用，所以为什么今天理查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要告诉你们，不良不可以乱用？因为我们只会用在一些固定的词汇上面，我们一般都说不好，那固定的词汇会用不良比如说这个喝酒是不良的行为是正确的这一句话，这个句子就很地道，可以，因为不良行为是我们常用的不良行为是我们常用的好，不良的人没有，我们不用不良的人。那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不好，他是个不好的人，不好很常用嘛，都几乎可以用。那不良我们就是用在一些 set phrase， 不会乱用不良阅读不良阅读，你可以说是不良的阅读习惯。对，不良的阅读习惯很地道，但是不良阅读听起来懂意思，可是我们不会这样说。可以说是不良的阅读习惯，比如说你躺着睡觉，睡在床上阅读，就是不良的阅读习惯。但是后面加个习惯就可以，但是不能说用不良阅读4个字，不能单用，必须要后面加2个字，要加名词。不良影响可以不良影响可以。对，不良影响，刚才理查老师说的这个影响是跟不良在后面。好，那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这个理查老师常常熬夜对我们不良影响。对啊，我熬夜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我熬夜是对我的健康。不是理查老师，就是你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你看他们，你熬夜了，他们知道你熬夜，所以他们也跟着你熬夜，就是对他们不良的影响。这样的道理好，
那这个不良的影响，我们常常会使用，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个语法，就是给什么什么什么带来不良的影响，给什么什么带来不良的影响。那这个我们就很常用，因为我们常常说不良的影响哦。好，那这个梅老师，我们念一下选项好不好？好，第一个毒品，好，毒品。第二，带来，带来。第三，影响，影响。第四，年轻人，年轻人。第五，给，给。第六，不良的，不良的。哎，我这个拼音写错了，应该是给，不是给。好，给。好 ，OK， 各位同学，答案是什么呢？那这样的一个语法，我们算是蛮常说的，给什么什么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像理查老师如果熬夜，可能会对你们带来不良的示范了不良的。理查老师给你们送分题了，他说出来答案了。我说出答案了，哎呀，真是的，每次都这样。不良姿势，哎，这个很有意思。不良姿势我们会不会说？会说，有会用到，就是但是我们最好不良姿势，我们可以说不雅的姿势。不雅的姿势就是他的姿势，我可以比吗？不美观，这个就是不雅，这个就是不雅的姿势。比如说翘二郎腿对，翘二郎腿是不 like twist your leg 就是翘二郎腿 like same it's like 呀，翘二郎腿，像梅老师现在在翘二郎腿，这个是不良。我就是一个不良的习惯，不良的姿势，不良的行为了。对，不良行为，我们好像可以说不良的示范不良的示范不良的示范，对，不要学啊，不要学，这是不良的示范好，我们看一下各位同学的答案，来，我们念一下这位同学的好了。这是一个新同学是吧？他来两三次了好。我今天第一次见他毒品给年轻人带来不良的影响，对，好，很棒你们都答对了好，那这个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安蕊怎么会不良的年轻人给毒品的这个安蕊这个题是不应该错的，他中文很好。但是他可能在开玩笑吧，他后面还应该是你看他笑起来了，这个开玩笑的了好，OK， 所以这个毒品给年轻人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理查老师在这里呢，跟梅老师提醒大家，不良的这个词呢，就是不好的意思。不过呢，它是比较高水平的人在用的，你如果不是很熟悉这样的形容词的话，你不要乱用，你就说不好的就可以了。因为不良的会用不良的行为 bad behavior， 不良的影响 bad effects， 不良的什么习惯 bad habits 等等等，这个都是固定的，不会乱用所以你们要记得，好不好？好，这个不是翘二郎腿，是翘二郎腿。这个我把它写一下好了，因为这个我觉得很难这个动作很难翘二郎腿，翘二郎腿这个或者是总是拿着一根烟在抽烟，就是不良的。对或者你是老烟枪，你一直在抽烟，这个也是不良的习惯好，抠鼻子也是不良的。抠鼻子、挖鼻孔，尤其是 in public 公开的场合，还两只手一起这样。如果是稍微你觉得这周围有点东西，你可以就是这样轻轻的一擦，不然你就拿那个卫生纸，你可以拿卫生纸稍微擦一下。对，好，翘二郎腿就是那个动作，把两只腿 twist your legs。我不做了这个不良的示范。对，这个是不良的示范，翘二郎腿就是 twist your leg，这是不良的姿势，不良的姿势好 ，OK， 了解了好，翘二郎腿。刚刚梅老师又说了一个不良的习惯，叫抠鼻孔，挖鼻孔也可以吧？挖鼻孔好，挖鼻孔，挖鼻孔你一个人可以，但是不要在别人的面前挖鼻孔很不好看。你在别人面前这样挖，还很自得不雅观，又自得其乐，这样挖鼻孔很不雅
关好不好？各位同学，挖鼻孔是不良的习惯不良的习惯挖鼻孔。好 ，OK， 那我们往下看。第62个词汇叫做不免，好，这个是一个很高，算是蛮高级的词汇了不免这个词汇不是很容易使用。好，英文就是 unavoidably 或者是 inevitably。好，不免这个词汇，袁老师，我们应该要怎么解释这个词汇呢？不免，不免就是如果后面加个强呢，我们就是不勉强不勉强。但是对，不免就是好像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一个状况，或者是对，它就是不可避免很自然的发生的这一种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抠鼻孔的不良习惯，就是它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发生了，因为它是习惯嘛，常常挖鼻孔，他不免就会挖一下鼻孔，对，他就可能跟就是说，理查老师，我到你家去做客，可能我有一个不良的习惯，就是很不自觉的，我在你家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就翘二郎腿了，那就不好，就是不免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或者是自己可能不知道的，对不免不免。好，那这个词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好了好，来麻烦一下梅老师。人不免都有一些缺点。好，不免就是自然而然的，本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人不免就是无可避免的感觉啦，人无可避免都有一些缺点。那只要是人都会有缺点所以我们说人不免都有一些缺点，每个人都有缺点，就是 shortcoming。那这个梅老师，我问你，缺点，人有缺点，也有什么点？优点。对所以它的相反 opposite 就是优点优点应该叫 advantage 人有缺点，也会有优点人有缺点也有好的地方，叫优点所以呢，只要是人，自然而然没有办法避免的，都会有一些缺点好，我看到唐丽娜这一句话说的很搞笑，就是不好意思，放屁也是有时候不免。对，有时候就是你可能肚子不免会忍不住的时候会放屁，对不对？对，就像刚才理查老师第一句话说，吃的东西太多，消化不良，可能就是放屁了。但是你很不好意思，就是你不能避免这个事情。好笑，那就是你可以说丽娜消化不良的时候不免会放屁，好不好？哎呀，这个梅老师，我肚子好痛消化不良。消化不良的时候不免就是自然而然会发生，无可避免的就会放屁了好，OK， 好，那很多同学说不免跟难免也不一样，不免跟免不了也不一样。这个梅老师，我觉得他们意思应该算是差不多了我们如果对这个难免就是刚才像丽娜说的这个句子就是这样子，就是难免可能消化不良，不好意思，就是我难免我放屁了，就是这样子。对，那这个各位同学，我觉得不免你们先这样学，因为他们当然有一些不同，但是呢，你们现在先把它当作意思一样，以后呢，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再去慢慢去想它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基本上不免跟免不了跟难免的意思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你们先这样记基本上都可以使用。就是你还没有到那个 SHK 那个6级的程度，你不用记得太多，不用太纠结。你可以像理查老师说的，先把它们当做一个意思用，先把它记起来以后你再慢慢学习它的
不同其实很细微哦，所以你不用管这些哦。所以各位同学，你如果说人免不了都有一些缺点，其实我们也听得懂，而且没有什么问题哦。你可以说人难免都有一些缺点，其实梅老师，我们听起来意思都差不多，就是就是人难免都有一些缺点，就是很通常、很平常的一个句子。对，很常用，没有错，而且是很地道的句子哦。对，所以各位同学，你现在呢，先不要管那么多，你就记得了，不免等于免不了等于难免，使用上是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哦。好，这样你的词汇量才会增加嘛。哦，好，好的 ，OK， 那这个人不免都有一些缺点，人一定会有缺点嘛。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不免呢，一般来说后面会加上一个动词哦，加上一个动词，那就是自然而然会怎么样，无可避免的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的感觉了哦，几乎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的感觉 ，like definitely something will happen。好，那么梅老师，我们先念这个小句好不好？好，就是在外国工作了10年。好，然后呢？第一，约翰。好。约翰。第二，开始。好。开始。第三，想家了。想家了。第四，不免。不免啊，对，不免、难免、未免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对，我觉得都可以，未免也差不多的意思哦。对，好，哇，安蕊很快哦。好，安蕊很快，安蕊说，约翰不免开始想家了。好，那如果用刚刚的难免，约翰难免开始想家了，就有一点也是可以的啊，免不了，未免也可以。对，好，那约翰未免开始想家了。好，那这个各位同学，这些词语都差不多的意思，你们不用太纠结哦，不用太纠结。好，那其实呢，这个不免就是基本上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约翰在外国工作了10年，他一定会想家嘛，对不对？未免开始想家了啊，未免开始想家了，不是未免，不免开始想家了啊，不免开始想家了。好，来，裴静的句子好像在外国工作了10年。约翰不是开始想家了。如果说约翰不是开始想家了，那后面加个问号，不是句号。不是开始想家了吗？哦，他有开始想家吗？那个感觉哦。好，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啊。好，宋平的句子，我们请梅老师把正确的答案念一遍。好，就是宋平的这个句子，就是在外国工作了10年。约翰不免开始想家了。对哦，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就叫不免。这件事情就自然的发生了，因为你在外国工作这么久，很自然的你会 homesick， 你会想家哦，你会想家。对，他免不了想家了，是可以的。好，他不免想家了，他免不了想家了，他。哦，其实意思我们都听得懂了哦，你们大概先了解一下它的意思，差不多就可以了。还是有一点细微的不同，但是你们以后再慢慢去学习它的不同哦。对，好 ，OK， 没有问题了哦。好，那么我们要开始考试喽。考试之前呢，我们先帮各位同学复习一下我们学了什么。第一个叫做梅老师还记得吗？不记得。好。都是不，对不对？第一个叫对，第一个就是不敢当，不敢当。对，第二个是第二个不良，不良。第三个不免，不免。好，我看，梅老师，请问你有什么缺点？还有什么什么？还有什么优点？这个句子对吗？这个你有什么缺点？还有什么优点？优点不是优点，优点理查老师打给他们看一下这个优点啊。
好，这个是对的，这个句子是就是改一个字，对，改一个字，只有一个错别字，但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比如说你可以问这个人说，哎，请问你有什么缺点？你还有什么优点呢？可以啊，你可以这样说，没问题哦。优点，优点，有时候优点也是缺点。对哦，这个对，有时候啊，这个人太好了，也是个缺点。就是可能别人利用了他的善良，对呀，就是变成了他的缺点了。没错哦。好，这个优缺点是很难去定义的哦。好，来，梅老师，麻烦你念句子。我的中文没这么好，实在。一样啊，太简单了。第一个不敢当，第二个不良，第三个不免。好，这题很简单，这个我们叫送分题了哦，一定是送分题的哦。阿能这个句子就不错啊。棉老师，你的缺点和优点是什么？没有加码，不要加码。哦，不要加码哦。好，对，不要用吗？不要用吗？哦，好，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Samuel 不敢当。好，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都是不敢当。送分了啦，这个太简单了。对，送分题。我们把正确答案念一遍好了。好，就是我的中文没这么好，实在不敢当。啊，这是你有点不好意思哦。哎呀，客气了，我中文没那么好，你客气了哦。或者是我的中文没那么好，哪里之类的哦。好 ，OK， 好，我们再往下看。好，这个有点难的题目哦。好，梅老师，这个。暴力的电影对儿童有什么的影响？好，暴力的电影。好，梅老师，什么叫暴力？就是暴力，就是比如说，我拿个东西哈，很快。好，暴力的电影对儿童就是 like， 哎，我这个忘了改了。看到我这个小狗狗了吧？这个等一下，这个小狗狗本来很可爱，对吧？我知道你等一下做很恐怖的事情，来，来，这个暴力就是开始，就是本来你很温柔的，可以摸摸它，这是一只小狗，很温柔，你很好。但是可能这个狗呢，对我不认识，它可能。对我呢，嗷嗷嗷嗷的叫，它在暴力，它在咬了我一口，就是暴力，或者是我在打它，它咬了我一口，我又打它的时候呢，就是暴力。暴力就是用力量、用力气去打，或者是就是那个感觉了。或者是打呀，或者是踢呀，哎，就是在这个打架拳击比赛拳击。在奥运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呢，可能不说暴力，但是如果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看到有人这样子打呢，就是他这个人是非常暴力的一个人。像有的坏老公 （bad husband），他会打老婆，这个就是暴力。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坏老公他会扯那个老婆的头发，那个都是不好的，那个都是暴力暴力。好 ，OK， 好，不免开始想家跟下定决心。问一下，不免开始想家和下定决心回家有区别吗？有区别，就是不免开始想家，就是你还没有回家，你开始有这种心理去想家了，就是这个意思。但是下决定回家，就是我非常的想家了，不行，我明天要回家。对，所以这个很不一样哦。宋角这个很不一样，就是等于你前面是一个问题，一个提问的问题，后面是一个回答。对我怎么把答案写出来？梅老师等我一下，我把翻译写完。好 ，OK。好，所以这个下定决心有点像英文的 make up one's mind。下定决心表示你决定了，你已经决定要回去了。不免开始想家，只是 you feel homesick， 你只是觉得想家而已不一样哦。
好，其实我们答案都出来了啦，不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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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不良，不良，好，不良的影响，请各位记得，我们会用不良的影响，很常用哦，很常用。好 ，OK， 那么我们看最后一题，好，麻烦一下。哦，好痛苦啊！大家都说我用暴力摆平小狗。用暴力摆平啊，因为我才教摆平，他们要用摆平啊，原来是暴力这样。摆平，哎，艾瑞你好厉害哦，哦，用暴力摆平。梅老师解释的方法很可爱，谢谢你啊。然后呢？他能说我和小狗之间双方暴力。哎，你们都好会用中文哦，哦。对，你看他们都把我当成暴力对象，暴力虐待动物的那种。好，我麻烦一下梅老师哦。好，谢谢。好，回到家乡，他怎么想起往事？好，家乡大家都听得懂，就 hometown。像梅老师的家乡不在英国，在哪里呢？看大家知道不？哦，各位不说。各位同学，梅老师现在住在英国，你们知道他的家乡在哪里吗？知道的同学把梅老师的家乡写出来好不好？告诉我们。梅老师现在住在英国，不过英国不是他的家乡，他的家乡在哪里？各位同学知道吗？告诉我们好吗？梅老师的。如果我回到了家乡，我会怎么样想起往事？对呀，哦，怎么样想起广东？诶，怎么会香港啊？广东，阿能送我去香港。广东怎么会有人写台湾？台湾是我的家乡在台湾。广东，哎，广州，广州是一个更贴切了。对，因为广州是个 city， 广东是一个 province 是个 province 不是香港哦，是广东中国，对，中国也对啦。中国，好 ，OK。好，那我们的答案各位同学也写出来了，不免很自然的 naturally 就想起来。哇，佩佩猪你说的更对了。佩佩猪说太厉害了。广东肇庆，哇，我都忘记了，佩佩猪还记得，太厉害，太强了啊！好，那梅老师的家乡就是广东肇庆肇庆。好，那我们答案当然是不免。不过梅老师，我想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往事的意思呢？往事就是比如说你小时候的事情就叫往事。你小时候你跟谁玩在一起，你跟哪一个朋友最好，就是有一些什么最好的回忆，那些回忆。好可爱，帮你带上那个。我就这样，我今天是女王，Wonder Woman。Queen 变成今天那个女王，今天梅老师是女王，是个 Queen 好，往事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像你小时候以前的事情，你年轻的事情，那个就是 old days、old memories 这个叫往事。好，好的，好可爱。我觉得。好，梅老师，我们既然都这样了，我们介绍一下好了。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像西游记里面的沙僧。沙僧，不，我们要你长得比沙僧漂亮太多了。这个叫女王，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说皇后，对不对？皇后也可以了。对，可以说是皇后，也可以是女王。那请问梅老师，你女儿刚刚给你带上什么东西？你可以告诉我女儿给我带上了皇冠。皇冠，我们前几天还有一条项链，就是这个项链太贵重了，我不敢当。这个我不敢当，这个皇冠也太贵重了，我实在不敢当。这个礼物，这个皇冠，这个皇冠还有这个项链太贵重了，我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对，你看，我们用到了这个解释，非常的贴切了，就是李查老师皇冠项链，对，不敢当，他拿走了，你看多好啊！太好了，好，再来，美公主，梅老师变成美公主了女王，美女王，白雪公主，不是美猴王就好了，是美猴王那个是 Monkey King
好，那梅老师，我们把正确答案念一遍给同学们啊。好，就是回到家乡，他不免想起往事。对 ，naturally， 他就做了这件事情了inevitably， 他就想起以前的事情了往事就是以前的事情好 ，OK， 那太棒了，我们今天学到了3个词汇，然后呢，这个梅老师的女儿在帮他打扮 ，dress up， 帮他打扮那这个梅老师这个。更好的让你们理解什么叫做不敢当、不免、不良。这个梅老师的女儿送给他一个很贵重的项链，梅老师就会说：“哎呀，不敢当实在不敢当所以你们也可以学到这些东西，而且还可以说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觉得很荣幸。我的女儿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皇冠，还有项链，我觉得不敢当我觉得很荣幸好 ，OK。这个小妹妹会说中国话吗？她会说一点点一点点你说你好，你好，大家好，棒哦，妹妹你好棒哦。好的，那佩佩猪说不是光冠哦。是皇冠哦，佩佩猪，皇冠不是光冠哦，我只听过光棍，没有听过光冠。不是戴着皇冠不免也不是那个戴戴也不对，戴着皇冠。这个戴皇冠就是很难的，那个戴不一样哈。戴着皇冠戴着皇冠是另外的一个戴，对，是理查老师写的。戴着，你如果是戴着，是你戴在身上，你没有戴起来对。好的 ，OK， 太好了。那么这个梅老师的女儿觉得太贵重了，所以她不送给梅老师，她自己戴好了，又开始送了。好 ，OK， 那梅老师，OK， 阿能这句话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梅老师的女儿给了她母亲一量词一什么国家？不是。这个不能说他给我一个国家就是我女儿给了我一个王冠，一条项链，一个王冠这个量词对，这个量词你可以学习下去。一个皇冠，然后一条项链对，项链用条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所以这个要告诉对，我们项链是用条，不是一个，或者不是说一根项链，是一条项链一个王冠，或者是一顶也可以，一顶王冠也可以，对可以用顶也很好，我们帽子、皇冠都可以用顶帽子类的你像那个就是戴在头上的，你可以用顶，也可以一个也可以。对用顶的话，你的中文是水平比较高的那个感觉对，顶好 ，OK。那梅老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谢谢你，谢谢。我现在要去做女王了要那个给你的女儿要给你打扮一下了，可能会花点时间我要去做女王了。OK， 好，那我们就不耽误梅老师做女王的快乐时光了。那梅老师，我们谢谢，见喽，好不好 ？OK， 太开心了，拜拜。他在帮你打扮，他在帮你绑辫子对，他就是他很想要一个长长的头发，因为他头发还短，所以他天天都在弄我的头发。可爱。好，那梅老师，我们下个星期见喽。好 ，OK， 好，拜拜。拜拜。好，那各位同学，今天特别谢谢梅老师，还有梅老师的女儿2个人一起来帮我们上中文课。那这个梅老师教了大家很多用法，今天的中文课非常重要，请各位同学回去一定要复习一定要多多的使用这些词汇，不敢当、不免、不良，这些词汇都比较困难，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再多多的学习。好，那我们谢谢女王美女王好 OK， 皇后女王好，那我就是理查国王咯，我是 King Richard 我是理查国王，那我没有皇冠，那就算了没关系。好，各位同学，明天见，拜拜。